国在香港发行40亿美元主权债券。我们为啥要找别人借美元啊？老爸，我们不是已经有好多美元了，难道不应该发人民币债吗？我们发美元债啊，正是为了打破过去近100年的美元循环啊。这美元怎么还能循环起来啊？美国的进口金额啊，连续好几年都是稳居世界第1呀。也就是啊，他们一直苦苦的花钱买其他国家的商品，但是赚到的钱呢，却远远不够花的。那假如你没有钱了，还想维持继续买的潇洒，你该怎么办呢？我赚不来钱，那就只能找别人借钱喽。没错，美国先是通过花钱把美元啊给其他国家，那赚到钱的国家拿着一堆美元也是需要理财赚利息的呀。这个时候啊，美国就会发行美债，赚到钱的国家就会把钱借给美国，老美呢就只需要额外再给点利息，这样啊花出去的美元就又回到美国的手里了，然后老美就能继续买，美元就这样一直循环起来了呀。不过这样好像买卖双方都挺合适的呀。那如果啊你跟一家大公司 A 做生意，虽然他找你买东西啊从来不含糊，但你发现 A 公司啊根本不赚钱，做买卖的钱啊全都是借来的，而且啊他还跑过来找你借钱，你慌不慌吗？那我太慌了呀，就算他给我再高的利息，我也担心他本金都不还给我呀。那这个时候啊，有另外一家 C 公司不仅家底雄厚，而且还很能赚钱，也发行了个债券，跟 A 公司给的利息一样，那你会把赚到的钱借给谁呢？我明白了，我们这次就是 C 公司啊。没错，所以我们这次只发行了40亿美元的美元债，结果啊有将近1200亿美元的规模想买我们的债，这说明什么呢？我记得老美的信用评级比我们高啊，结果这么多人抢着买我们发的美债，这就说明市场在用脚投票啊，大资金更信任我们呀。你看到了关键啊，大资金如果继续买美债，虽然美联储啊只要印钞就还还得起，但他们借给美国的钱啊也都贬值了。但这些大资金如果借给我们啊就不一样了。首先呢，我们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，其次啊，我们是制造业大国，到时候美元不值钱了，还点别的不就行了吗？比如说商品，也可能是黄金，甚至直接还人民币，行不行啊？我去，这招厉害呀！而且啊，我们曾经是世界上买美债最多的国家，这些买美债的钱啊都是我们辛苦赚来的，我们自己肯定也担心美元贬值啊。这就好比啊，借给美元的时候啊，1亿美元能买5吨石油，到期后啊就只能买1吨了，你说亏不亏吗？那肯定亏啊，那还是赶紧把手上的美债给卖了吧。卖东西就要打折，打折就更亏钱，那还不如干脆我们直接找别人借美元，这样本来30年到期的美元，现在不一下子就可以到手40个亿了吗？我了个豆，原本是美国欠我们钱，我们直接找别人借钱，这不就变成美国欠别人钱了吗？没错啊，这就把风险给转移了。而且啊，假如之前全世界赚的美元啊100%都是通过借给美国去回流的，那现在大家选择把一部分美元借给我们了，那美国可能啊就只能回收80%的美元了。这招叫做釜底抽薪嘛。没错呀，别以为只有他们才会搞金融战，而且啊，这只是我们人民币国际化的前奏啊。华尔街开始做空英伟达股票，这老听什么做空啊，空头的，老爸，做空到底怎么赚钱啊？那你买股票一般都是怎么赚钱的呢？我就低点买入，高点卖出呗。这个叫做多，做空呢就是先高点卖，再低点买，股票下跌啊就能赚钱。哎，等会儿我没听懂啊。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。假如啊，你每天早上都要吃的小方煎饼果子是个上市公司，但最近啊，你发现他家的煎饼果子变难吃了，顾客呢也少了很多。这家煎饼果子的股票啊，现在是100块钱一股，可是你的手里却没有他家的股票，但是你坚信啊，他家的股票价格一定会下跌。恰好你的好朋友老王啊，有100股他家的股票，这个时候你觉得怎么才能够赚钱呢？那我能不能找老王先借点股票给卖掉，然后等价格跌了，我再低价买回来还给他不就完了？这个就是做空啊！你找老王借100股小方煎饼果子的股票，然后按照100块钱每股卖掉，那手里就有了1万块。当股票跌到50块的时候，你再重新买入100股，就能还给老王了。这样你赚了多少呢？高点我卖了1万，跌完相当于花5000就能买100股呀，这不就赚了5000吗？这就是做空赚钱的方法，只需要通过券商啊就能借到想要做空的股票。借股票期间呢，就支付一些利息，在高点卖出，在低价的时候买回来，中间的差价就是你的收益了。哎，我发现个 bug 呀，如果刚才老方煎饼果子股票跌到0，我最多只能挣1万块啊。很有天赋嘛，小伙子。所以做空的特点啊，就是受限的收益，但是却要承担无限的损失啊。怎么就无限损失啊？你想啊，如果小方煎饼果子股票它没有跌，反而涨到了200，买100股还给老王就要花2万，涨到500就要花5万。
无限涨它就无限亏呀。那这做空的金融机构也太不划算了。是的，所以专门做空的机构啊，其实并不多。因为聪明的投资者啊，从来都不赌，他们反而利用股票下跌就能赚钱的方法来降低投资风险，稳住收益。假如啊，你又看好小方煎饼果子的股票它会涨，但短期啊，你又怕它的煎饼果子又变难吃，那股价波动就很大了。你该怎么办呢？那我还是先不买，观望再说吧。不买你啥也赚不到呀。聪明的人啊就会这样，先以100块钱每股的价格买2股，然后再找老王借1股卖掉做空。如果后面股价跌到60块，你会亏损多少呢？那我原来200块买的2股就只剩120了。但做空的1股我又赚了40，综合一下我就只亏了40啊！我明白了，因为做空在下跌的时候是有收益的，所以比只买2股下跌后我就亏的少了。没错，这就是对冲基金都在用的多空策略，因为降低了风险的波动啊，所以价格上涨赚的呢也变少了。对呀，因为价格上涨的越多，我做空的那1股也亏的更多啊，这确实不太划算啊。华尔街啊可是从来都不会吃亏的，为了更好的控制亏损啊，他们就发明了一种只会承担一定亏损的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呢。嘉诚被曝通过开曼群岛避税1000亿，这些富豪为啥用一个岛就能避税呀？老爸，还有什么英属维京群岛的，咋这些地方还能不收税呀？就算这些富豪实际经营的公司在别的国家，只要在开曼群岛这些地方开个空壳公司，还真就是1分税都不用交啊。他们在国内公司赚的钱不是要交好几种税的吗？没错，你个人赚到的钱要交个人所得税，公司赚到的利润啊也要交公司所得税。如果想把公司利润分给股东，还要交分红税。股东要是想转让股权，或者上市公司要卖股票，还要交资本利得税。所以如果你是个大老板，看着公司账上赚到的钱，你会怎么办呢？这些税都是公司赚钱才要交的，那我得想办法把利润给转移走啊。你要是在开曼群岛啊或者维京群岛上开个公司，刚才说的那些税啊就都不用交了。哎，等等，可我在国内公司赚的钱怎么能转移到开曼呢？总不能从开曼公司买点东西吧？当然不是买真正的货物，可以买无形资产呐。资产还有看不见摸不着的，像专利、品牌、商标等等啊，都算无形资产。比如啊，你是卖小方煎饼果子的，一年利润啊有1000万，但小方煎饼果子的商标和专利啊都在你开曼群岛公司的名下，所以你国内的煎饼果子公司啊就需要向开曼的公司每年支付900万的品牌授权费呀。这一下子就只剩100万需要交税了啊！但这900万是在公司的账上，怎么分红啊？如果啊你恰巧有香港或者新加坡的身份，这些地区的居民是没有分红税的呀。怪不得很多大佬都跑去香港、新加坡呀。那我看很多中国公司去美国上市都是搞个什么开曼的公司，原来是为了这个呀。肯定不止如此啊，国内的很多行业啊其实是禁止外国资本直接投资的，比如互联网的视频、新闻、电商平台、游戏等行业。那这样就可以在开曼注册个公司来控制国内的公司，这样哪个国家的资本啊就都可以投资这家开曼的公司了。我明白了，所以很多上市公司的主体都是这种开曼的公司啊。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，其他国家的上市公司卖股票啊都是需要交资本利得税的，但如果上市的是开曼的公司，那股东去卖股票的时候啊就会按照开曼群岛的规则，也就不需要交资本利得税了呀。哎，不对呀，税收是一个国家的收入啊，这些不收税的国家那不就没有收入了吗？这些避税天堂啊正是主动放弃了从公司收税。你想啊，这些大西洋上的小岛啊，它没有什么收入来源，不可能跟我们一样靠出口赚钱吧？他们呢就只能开出这样的条件，让全世界的公司啊都来自己这里注册，同时呢他们就只收取少量的注册费、管理费等等。我明白了，全世界公司都去注册，这还能给当地提供一些就业呢。所以富豪和避税天堂呢是各取所需啊。没错，开曼群岛啊只是顶级富豪转移财富的其中一种方式啊。这招已经够狠了，还有更绝的。当然啊，老板们甚至可以通过借钱给自己的公司来转移财富啊。